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清白了，陈小元珊珊10年前聊天内容曝光，网友真的很露骨。赵丽颖在娱乐圈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女明星，无论是在演技还是人品上，她都深受大家的喜爱。但赵丽颖的演艺生涯走得并不顺利，当初在参加雅虎搜星后，获得了比赛的总冠军，从此就正式的踏入了演艺圈。一开始，因为资历浅，再加上没有背景，赵丽颖只能扮演一些很小的角色，甚至有的时候是跑龙套。但赵丽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，她一直坚信自己的梦想，不断的通过演戏来提高自己的演技。在演艺圈打拼的这些年，赵丽颖曾受到过很多的委屈。那一年，赵丽颖因为2个艺人，从此就背上了长达好几年的骂名。究竟是因为什么让赵丽颖蒙受冤屈？01，赵丽颖和陈晓这一对艺人曾是大家心目中的天花板 CP。在2013年，2人一起搭档出演了电视剧《陆贞传奇》。这部古装剧在陈晓和赵丽颖的演技下，获得了很不错的收视率，剧中很多的艺人也因此走红，但赵丽颖和陈晓却成为了大红人。一夜成名的2个人，借此热度便开始在公共场合营业，大家也都很喜欢看他们在一起的画面，于是2人不断的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和综艺节目，所以同框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因为那部剧，2人被工作人员安排在一起走红毯。那个时候赵丽颖穿了一身黄色的礼服，因为有收腰的效果，所以显得赵丽颖更加的可爱。赵丽颖身旁站着的则是陈晓，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，衬托的他非常的帅气，这样硬朗的一面也被大家称赞为霸道总裁，赵丽颖也就成为了他的小娇妻。后来2人还参加了《快乐大本营》的节目，来到节目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新剧。当时主持人为了营造气氛，就让2位还原一下剧中的场景，没想到是亲吻的画面，恰好2人在剧中就是情侣，所以他们再次穿上了服装，站在舞台上用借位的效果还原了那部分戏。当时台下的观众都在起哄，嘉宾和主持人也看得津津有味。当时陈晓还在舞台上意味深长地表示自己很珍惜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外界就嗅到了2人暧昧的气味，一起甜蜜的合照。其实那样暧昧的话语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过节目上。据了解，2人曾在一档访谈节目上也被问到过感情的问题。当时主持人也满脸好奇地询问：“你们是真的在一起了吗？”面对这句话，赵丽颖只是面带笑意，但并没有回答。随后她便将问题抛给了坐在身旁的陈晓，她很开心地对陈晓说：“你说话呀。”当时陈晓思考了一下，便回复：“先保密吧。”这句话意义很深，主持人也猜不透是什么意思。当时赵丽颖脸上倒是出现了几分尴尬，虽然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，但外界一直都认为2人是在一起了，光是合照就发出了很多，在节目上还有很多亲密的举动，所以就被当成了小情侣。02，可在2013年，这对公认的情侣却在节目上露出了马脚。那一天，因为2人热度很高，就被邀请参加了男左女右。这档节目是张宇和李湘主持完成的，观众看到陈晓和赵丽颖的进场，表现十分的开心。后来在主持人的带领下，他们开始了游戏，前半段都很顺利的进行。为了不让节目显得枯燥无聊，主持人就让陈晓和赵丽颖进行到下一个环节。当时主持人解释游戏规则，是在场的嘉宾需要在游戏的过程中和一位好友连线，而且在进行场外连线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不允许制造出声音，除非游戏结束，
大家都在开心地玩着。可到了陈晓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当时陈晓的任务就是找一位自己的好朋友，并把他约出来喝咖啡。接下来陈晓翻了翻自己的手机，决定给女演员袁姗姗打电话。没想到在聊天的过程中，有那么多惊人的消息。袁姗姗一直被人称为是二姑娘，在节目中陈晓也亲切地称她为姗姗。等到电话接通后，陈晓用很特别的语气喊着袁姗姗，袁姗姗也嗲里嗲气地回复他。接着陈晓就开始学袁姗姗说话的语气。袁姗姗听到后便说：“请不要学我说话，好吗？”陈晓听到这句话后，瞬间开怀大笑。为了能开始游戏，陈晓便找借口引起话题。陈晓先是问袁姗姗在干什么，袁姗姗也十分的配合他，说自己正在干嘛。万万没想到，袁姗姗和陈晓接下来的对话内容是这个样子的。袁姗姗开玩笑地问：“你最近又变帅了吗？”陈晓也自夸地回复自己变帅了。那头的袁姗姗倒是不害臊地聊下去，她说：“变帅了那不行，不能见你。”陈晓原本很疑惑，还想问他为什么。袁姗姗倒是很自觉地表示：“我见到你会喜欢上你。”这句话直接拉满了全场的气氛，大家都十分的清醒，想继续往下听。身边的主持人和嘉宾也都瞪大了双眼，等着袁姗姗继续爆料。那句话让在场的人都露出了很惊讶的表情。这时赵丽颖打断了陈晓和袁姗姗的聊天，她大喊道：“你好姗姗，我是丽颖。”面对赵丽颖的打断，两位主持人却不开心了。陈晓也赶忙表示自己和赵丽颖在一起。为了不让袁姗姗起疑心，陈晓还在给她解释，但后来没说几句，两人匆忙地挂断了电话。可接下来赵丽颖遭到了批判，李湘很不耐烦地站在一旁说：“你说什么话，亲爱的？”赵丽颖表示想给袁姗姗打个招呼，可她破坏了游戏规则，也让所有人没有吃到瓜，所以她很不好意思地捂着脸。面对这个举动，当时很多的网友和观众都对她表示不满，甚至有人吐槽赵丽颖很不礼貌。那几年赵丽颖的身上贴上了没礼貌和绿茶的标签。03，面对网上不好的声音，赵丽颖也没有出来回应过，直到网友扒出了在2011年陈晓和袁姗姗的聊天记录，一切才真相大白。那天陈晓在自己的微博下发了一条动态，上面的内容就是陈晓幻想自己未来和儿子的对话。不难看出陈晓很渴望自己成为一个父亲，所以这条很正常的微博在当时没有掀起大浪花。直到袁姗姗的出现，10分钟之后，他便在下面评论：“你成为父亲之后，儿子就会带你去。”从这开始，两人聊天的画风就逐渐不对劲了。袁姗姗还加上了一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包。看到袁姗姗的评论，陈晓就回复他：“先去动物园，再去天上人间。”后面的内容尺度很大，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发出来的。还好当时陈晓没有结婚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一开始大家都在以娱乐的角度观看，但是有网友认为，两个公众人物在微博上说出这样的话，有点不合时宜，让人看了心里很不舒服。所以不少的网友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，一边是认为这是朋友之间的玩笑话，不用在意，但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他们俩的聊天内容给人一种很猥琐的感觉，多少有点少儿不宜了。仔细想想，这一切都是袁姗姗开的头。她身为一名女性，说出那种不尊重女人的话，很明显就是在侮辱。所以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躁动，自然陈晓和袁姗姗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的损失。就在网友争议的时候，赵丽颖再次被搬了出来，有网友都表示应该向赵丽颖道歉，
因为当年的打断电话事情，网友们都误解了他的意思。其实赵丽颖和袁姗姗也有过几次的合作，而且两人都认识陈晓，再加上那段时间一直被磕 CP， 所以他也和袁姗姗一起相处过。私底下袁姗姗对陈晓更是没有边界感，赵丽颖也都清楚，如果当时他没有发声，那么后面的对话内容将更加的大胆。赵丽颖的那次救场完全是牺牲了自己，救下了他们两个。后来赵丽颖和陈晓同框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大家也都猜测两人没感情了，直到他们本人回应，一切的合照都是炒作，节目组为了收视率故意营造两人的绯闻。陈晓也在节目上公开说过这件事情，但回看两人曾经的种种事迹，都不像是剧本。毕竟当年在陈晓拍戏的时候，赵丽颖还专门去了剧组探望他，当时有狗子拍到了两人的视频，他们坐在一起很开心的聊天，在说话的时候，赵丽颖还拉起了陈晓的手，当时陈晓嘴里吸着烟，看到赵丽颖挥手的样子，他就立马把烟掐灭了。这一个个的细节都让大家觉得他们是意难平，很多情侣之间的事情他们也都做了，甚至有网友以为他们会结婚生子。结语：娱乐圈就是这样，感情永远都看不清，无论当初是真还是假，一切都已过去。赵丽颖和陈晓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庭，